叶林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表白呢，你怎么就死了？小豆芽，快回去啊！小豆芽，别这样，听话，回去啊！不要啊！小豆芽，不要做傻事啊！小豆芽，好累，好累，下辈子你能不能也像追林飞雪一样追一回小豆芽啊？叶林，你个混小子，大吼大叫，发什么神经？对不起，潘老师，我刚刚做噩梦，被吓到了。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上课的。上课睡觉就算了，大呼小叫的扰乱课堂，你给我到外面站着去！啊！黄八一，你脑子也进水了？潘老师，我也做噩梦了，但是刚刚还没来得及喊。滚！胖子，今天年哪月哪日？没发烧啊，林哥，你没事吧？老子问你话呢。2008年9月22号。现在第几节课？林哥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现在第1节课。林哥，表白嫂子的时间到了，走，我把相机我已经偷偷带来了。林哥，你这是干啥啊？真不去跟林雪雪表白了？那可是999次啊，多有纪念意义！你们俩该不会吵架了吧？胖子，你林哥我想通了，从今往后不追林雪雪了。不追林飞雪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那你收拾桌子干啥？这位置空了快半个月了。等下有新同学转来咱们班。真的假的？林哥你咋知道的？刚才在外面站着，看见个生面孔的女生，估摸着是来咱们班的。全班就我旁边有空位，收拾，欢迎新同学。我刚才也盯着楼下看了，咋没看见？而且就算转来新同学，他林哥收拾的是女生，难道林哥看上你了，所以才不去追林飞雪了？这移情别恋也太快了，事出反常。叶林，实习生刚把垃圾倒干净，我乱扔了，垃圾不都在桶里？我说李俊伟，你管地，丢垃圾桶里也有错。零把拉在就收，让人家安排日生干嘛？怂样，还敢对我林哥指指点点。小豆芽马上就来了，这一世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同学们，今天咱们班转来一位新同学，悠悠，进来吧。慢慢来，不能吓到。老师，让新同学自我笑一下呗。安静，乱哄哄的成何体统？蓝悠悠同学性格内向，比较害羞，就免了。以后大家多照顾新同学。悠悠，你先去后面那个空位坐下吧。哎，蓝同学，这边再走要撞墙了。谢谢老师，怎么把我安排跟这个长毛坐一起啊？咋总低着头走路，容易出事？快坐吧。这个怪人好像还挺好的。林哥，你放弃林雪，你一天到晚想什么呢？我爸都没你这么能管闲事。黄八一，你在干什么？老师，我睡迷糊了，不小心出去站着。这下总算清静了。你好，我叫叶林。你好，原来他叫叶林。你瘦得跟个豆芽菜似的，以后我叫你小豆芽好不好？好的。小豆芽，你成绩咋样？啊，他怎么突然问成绩？难道以后要抄我作业？我成绩就一般般的。那肯定比我好啊，我常年全校倒数前10。小豆芽，你能不能帮我补课？班里其他人都不愿意教我，我也想考大学的。补课？你也不愿意啊？算了，唉，怎么就没人愿意教我呢？我从小就被人欺负，没朋友，也没人愿意跟我玩。原来他在班里也这么孤单，他也太可怜了吧？没有，我愿意的。叶林，我可以帮你补课。也太可爱了吧！悠悠同学，有什么事吗？王老师，没事。有事就跟老师说。小豆芽，你愿意帮我补课真是太好了。我一直想好好学习，就是没人肯帮我。你真好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了。朋友吗？我也能有朋友吗？叶林，你想补什么科目？什么科目都补。这小子平时睡整节课，今天怎么这么精神？别是欺负新同学内向。叶林，不要讲话。今天升旗仪式，所有中同学到操场集合，班长记得点名。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小豆芽，今天升旗仪式，走吧。叶林，你先走吧。那怎么行？下楼人挤得很，你这么瘦小，被挤坏了怎么办？而且你也不知道咱们班站位在哪儿，我带你下去，顺便护着你。没事的，等人少点我再下去就好。那可不行，等人少得5、6分钟，去晚了学生会要记名扣分的，一扣分冷老师又要不高兴了。小豆芽，你不想让冷老师伤心吧？啊，这样吗？那我们一起走，谢谢你。叶林，
为什么他们宁愿挤在一起，也要给我们让路啊？还不是你老公我威名太甚，还不是因为我成绩太差，他们都觉得我拖学校后腿，对我避之不及呗。他们也太过分了。叶琳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帮你补课，把成绩提上去的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上来是要全校通报批评一位老熟人。坏了，这老小子冲我来的，好不容易在小豆芽面前立的好人设，这是要他呀！高3一班叶琳上场来。叶琳同学严重违反校纪规规，给女孩子写情书被我撞见，课上说了他2句，这小子居然扎我车轮胎，一扎就是半个月。早恋违纪在先，报复老师在后，品行恶劣，影响极坏。经校领导研究决定，给予叶琳同学留校查看处分，全校通报批评。本来高3一班上周完全有资格拿流动红旗，就因为这一颗老鼠屎，全班的辛苦全白费了。叶琳，抬起头来，你有什么可说的？这小子要干嘛？不会当着全校骂街吧？难不成还要当众表白？这就是他说的第999次表白的惊喜，当着全校的面，也太刺激了吧！谢谢李主任给我认错的机会，对于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我深感自责。在这里，我向李建业老师庄重道歉，造成的损失我照价赔偿。因为我一个人让班级失去了集体荣誉，我愧对班主任，愧对全班同学，我自愿承担班级值日1个月，弥补我的过错。以前我就是个混蛋，混日子混到现在，但今天我想明白了，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好好学习，认真读书，做个合格的高中生，争取考上大学，为学校争光。哥，这是背刺我们啊！叶琳同学认错态度很端正，希望大家以后共同监督。你现在已经是留校专查了，再犯错直接开除，到时候你妈你舅都保不了你，下去吧。知道了，李叔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做乖学生。学校里别叫我叔，滚下去。我还以为他要当众跟我表白，结果居然是检讨。什么啊，害我白期待一场。叶雪，你哥真是洗心革面了。思琪，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没关系，他不是我哥，别拿他来侮辱我。悠悠，跟我来趟办公室。悠悠，刚才上课的时候叶琳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你跟老师说实话，不用怕他。冷老师没有的，叶琳她没有欺负我，她人挺好的。挺好。叶琳，难不成这孩子被威胁了，不敢说实话？那他上课怎么一直跟你说话，打扰你听课？老师你误会了，他不是打扰我，是他说想好好学习，可是班里没人愿意教他，所以想让我帮他补课，我就答应了。叶琳很聪明的，刚才那些题我一说他就懂了。啥？你说叶琳让你教他学习？冷老师，叶琳她很聪明的，一讲就懂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教她，她人挺好的呀。叶琳要学习，这太阳怕不是打西边出来了？这小子到底给新同学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就算是帮他补课，也不能上课的时候教，会耽误你自己听课的。没事的，冷老师，这些题型我差不多都已经会了。这就是学霸的底气吗？那也不行，上课讲话会影响其他同学。我知道了，冷老师，是我没注意场合。好了，你没做错事，乐于助人是好事，低着头干什么？以后注意分寸就行。你的校牌还没做好，这2天中午先跟老师去食堂吃饭，下课你就在教室等我，我开完会就过来。好的，冷老师。快上课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坏了，冷艳秋不会在小豆芽面前说我坏话吧？刚立的好人设别塌了。想啥呢，林哥？走走走，买水去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台上说的那些话是认定的？那还能有假？不光我要学，你小子也得跟我一起好好学习，顺便把你这一身肥料减了。林哥，就咱俩这脑子，学习还是算了吧。话说，你是不是被林风雪刺激了？他嫌你成绩差了？刺激个头！以后别提他。我跟你说认真的，学习和减肥，你2样都得搞。别呀，林哥，你认真别拉上我啊！我就混个大专毕业，回家继承家产就行了。这兄弟真是没心没肺，前世就是因为太胖，上大专的时候睡觉憋死在宿舍里，这一世说什么也得拉他一把。我不管，从今天起必须减。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你胖的睡觉喘不上气，人没了。我还特意去香山找算命先生算过，说你命中有这一劫，想破局就得减肥，还得考上大学，不能读大专。真的假的，林哥？你别吓我啊！我家产业还等着我继承呢。骗你干嘛？我还能咒自己兄弟？不信放学我带你去找那老先生，你自己问。行行行，放学你一定得带我去。林哥，快看，嫂子来咱们班了。什么嫂子？都跟你说了，我跟他没关系，再瞎说我就告诉你爸你偷他相机的事儿。合着我偷相机还是为了谁啊？反倒成把柄了。不过林哥说放下就放下，够爷们儿。这家伙故意的，眼瞎吗？看不见我站在这儿。叶琳，你站住！这位同学，你找我有事？这位同学，他还装不认识。你今早为什么不来？不来什么？你别装傻，我知道你声台上那番话都是做给我看的。你说的第999次表白的大惊喜呢？你赶紧拿出来，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。那你以后都别理我了，
又是这招，前世吃这套，现在也可不惯着。叶林，你混蛋！再理你，我就是小狗。林哥真把校花怼哭了，换以前早跪下来哄了，这波是觉醒了。你别走了，叶林，你到底对林芳雪做了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多管闲事儿，好狗不挡道，给我林哥让路！你骂谁？谁挡道我骂谁！我是班干，你欺负别班女同学，丢咱们一班的脸，怎么不关我的事？这货就是个单向舔狗，暗恋林风雪不敢表白，就会拿了别人撒气，脑子有病。叶林这么能忍，换以前不得打起来？啥校霸呀，也就那样吧。天柱厉害啊，全校也就你敢怼叶林了。我早看不惯这种人了，班级蛀虫，社会垃圾。对了，小程，你不是跟赵蓉蓉是朋友吗？帮我问问叶林到底怎么惹飞雪生气了。我说老秦，你这么喜欢飞雪，咋不去表白啊？你这么优秀，他肯定答应。现在表白会影响飞雪学习，等毕业再说。还是你体贴，哪像叶林死皮赖脸的。飞雪有你喜欢着真幸福，我什么时候能遇上白马王子啊？会有的，好男人多着呢。老胖，你有事求我？没啥事儿，我减肥呢，不吃了。减肥？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减肥你还买这玩意儿？不是我买的，林哥塞我嘴里的，我没吃就给你了，够意思吧？我靠，这不是间接跟胖子接吻了？靠啥？我都不嫌弃你，你还嫌弃上了？什么逻辑？干啥去了？累成这样，给喝口缓缓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不渴。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做朋友？没有叶林，我愿意跟你做朋友的。他们都不愿意跟我玩，给他们东西也不要，现在你也不要，你肯定就是嫌我成绩差，不想跟我做朋友。要收了东西才算愿意做朋友吗？我自己来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我还买了好多零食，你看看喜欢吃哪种？叶林，我不爱吃零食的，我妈妈说零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会吃坏肚子的。哪是不爱吃，是舍不得花钱罢了。不喜欢吗？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下次给你带。不用，我自己买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你帮我补课，总得给报劳吧？外面补课还得给老师钱呢。真的不用，你再这样，我就不给你补课了。别呀，小豆芽儿，我还想考大学呢。行，不买就不买。那这些都买了，扔了多浪费，我丢垃圾桶去。别丢，不能这么浪费。那你不吃，我也不爱吃，放着占地方啊。都买了，那我们就吃了吧。偶尔吃一次应该没关系的，但是下次不许再买了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下次再买，我真的不帮你补课了。好，听你的，下次不买了，我发誓。李老师，叶林上课吃零食。李老师，叶林上课吃辣条，这味道散得满教室的都是，我们根本没法听课。叶林，站起来！上课吃零食也就算了，还吃辣条，味道飘得满腔子都是。你让其他同学怎么上课？李老师，冤枉啊！我没吃辣条，是黄八一吃的。谢谢林哥，好兄弟就是好兄弟。我睡着了都不忘分我一半辣条。佩服，不愧是我好兄弟，背锅都背得这么实在。黄八一，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吃零食，你是猪吗？给我到外面站着去！回头写1000字检讨，明天叫我办公室，顺便叫你爸来一趟。合着我这是被当替罪羊了啊！李老师，刚才明明是叶林在吃。擎天柱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刚才一直在认认真真听课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吃零食了？你听课，笑死人了！你说说刚才老师讲什么了？叶大学吧？都安静，课还上不上了？叶林，你说你在听课是吧？行，上来把黑板这道题解了，能写出一半步骤，我就信你没捣乱。好嘞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写出个什么东西。不会就赶紧下来吧，装什么装，浪费大家时间。行了，不会就别逞强了。这李大炮被叶林扎了半个月车胎，不该恨死他吗？怎么我帮他说话还挨怼？这小子真的会做。同学们，黑板上的题叶林做对了，这道题确实有3种解法，我们现阶段只需要掌握前2种，第3种是大学才会接触的方法，它的步骤很清晰，思路也准。你们很多人都栽在了第4步的陷阱里，唯独他避开了。叶林，既然你会，
就上来给大家前2种解法。讲得很好，看来你升旗台上说的不是空话，确实用心学了。对了，这第3种解法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同桌教我的。这女娃娃厉害，还真能把这混小子教明白。不错，以后多跟人家学着点，下次上课老实点。下去吧。都是那个新同桌的功劳，不行，必须想办法把他从叶林旁边调走。林哥，你可把我坑惨了，检讨就算了，还要叫我爸，我爸来不得打断我的腿。胖子，这次多亏了你。你想啊，我现在是留校抽查，要是再被抓，直接就开除了。兄弟，我能不能继续读书，全靠你今天仗义出手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，兄弟就是用来扛事儿的，不就是叫家长吗？我扛了。这胖子真好哄。天怎么了？找老师有事？冷老师，我想反映个情况，新转来的蓝悠悠同学成绩应该很好吧？还行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不能让他跟叶林做同桌，叶林上课总打扰他学习，今天还带着新同学上课吃零食，这样下去，新同学迟早要被他带坏了。还有这种事？你去叫叶林下来一趟，我找他聊聊。好嘞，冷老师。叶林，冷老师叫你去趟办公室。叫我？叶林，听说你刚才上课吃零食？没吃啊。没吃？你现在说话都是一股辣条味儿。老师鼻子真灵，我就吃了一点点辣条。你自己上课吃零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拉蓝夭夭跟你一起违反纪律？他帮我补课挺辛苦的，所以我就请他吃点零食。就这么简单？这家伙真没有别的目的。你为什么突然想学习了？觉悟了，不想再浑浑噩噩虚度光阴。那挺好，你早该觉悟了。老师希望你别是3分热度，坚持下来你一定有所进步，也一定能考上大学。考上一本老师不敢保证，毕竟你浪费太多时间，落下太多的课程。但以你的智商，考个好点的大专绝对毫无问题。努力一点，考上本科也不是事儿。专科、本科，那也配叫目标？清北大学才是我的目标。冷老师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争取考上大学。你能悬崖勒马，老师很高兴。但是你以后上课不能打扰到蓝悠悠的学习，上课时间就好好听课，课余有时间再补习。但前提是蓝悠悠她有时间，你不能浪费她的时间帮你补习，你不能强迫或者纠缠她。对蓝悠悠来说，她唯一的出路就只有考上大学。她不比你有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。冷老师，蓝悠悠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很不好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看见蓝悠悠同学校服里面的衣服洗得发白，人瘦的身上没几两肉，一看就知道营养不良。我就是关心同学，想给他一点帮助而已。一个新来的转学生，观察得这么仔细，是不是有些过度关心了？这家伙图什么？以前咋没发现你有这么善良？冷老师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一直很善良好吧，只是没有伯乐认识我这匹千里马罢了。就这家伙还自称千里马，他家境确实不是很好，所以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。你要是把他带坏或者拖他后腿，我饶不了你。冷老师放心，我如果这样，我自己都饶不了自己。开什么玩笑，自己未来的老婆，我还能害他不成？我发誓，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对了，冷老师，有一件事儿我想告诉你，擎天柱那家伙背地里经常叫你老处女，不止你，他背地里还经常骂李建业叫做李大炮。李大炮，这个外号。听见了更好，这下够擎天柱这个小瘪子喝一壶的了。李老师好。李主任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冷老师，我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叶林的情况的。这小子今天不寻常。我知道他今天不寻常，你找我了解，我找谁了解？刚刚上课，我在上面讲题，你们班那个擎天柱突然大叫，把我给打断了。有事就举手，这不懂吗？他这种行为很不礼貌。还有那个黄八一，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吃零食，我已经叫他写检讨了。今天下午班会课你督查一下，顺便通知他家长，明天早上来学校找我聊聊。冷老师，你们班今后文明礼貌这方面得加强一下教育。一个个都这么目无尊长怎么行？这两家伙平时也不见有什么深沉仇大恨，就对付上了。小样，还跟我斗？我斗，摩拳擦掌，你怎么不找人就找人？
小豆芽，一起去吃饭。冷老师会带饭给我。林哥，真会去倒垃圾啊？不就是升旗仪式上随口说的话，还当真啊？全校都听见了。李俊伟巴不得我不做，好扣班级分，拿我开刀。说出去的话，哪有不算的道理？不是说好带蓝悠悠吃饭吗？人呢？难不成忘了？哎，林哥，不是回教室倒垃圾吗？咋又进去了？等我一下。我就知道林哥你是关心我的，知道我没吃饱。滚一边去！不是给我的，林哥，你现在饭量这么大了，一餐吃2顿。滚滚滚！想什么呢？这是给我同桌打的。叶林给别人打饭，从来都是别人帮你打饭啊！林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蓝悠悠抓住了？他居然敢压迫你给他打饭，才刚刚转学来半天，能耐了他。林哥，我知道你现在留校查看不好出手，等下我帮你收拾他。你小子敢碰他一根毫毛试试？看我不锤死你！给他打饭是冷老师交代的。啊，不是吧，林哥，那老处女是不是拿留校规查威胁你了，逼你给蓝悠悠打饭？瞎想什么呢？都跟你说了，我已经洗心革面，今后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就是我做人的宗旨。不是冷老师。小豆芽，给你打的，吃吧。啊，叶林，我不是说了，等下冷老师会带我去吃饭的吗？你咋给我打饭了呢？冷老师叫我打给你的。冷老师叫打的吗？他今天忙，开会去了，特意叮嘱我给你带一份。这样吗？那谢谢你，叶林。快吃吧，等下凉了。好多肉，应该很贵吧？不贵啊，才11块呢。你咋不吃呢？不喜欢吃吗？我喜欢吃的。小豆芽，你慢点吃。他在做什么？你看，吃这么急，米饭都沾脸上了。完了完了，吃这么急，肯定很湿，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！你慢慢吃，我先打扫卫生。怎么看这俩都像一对小情侣？可这蓝悠悠瘦的一身骨头，也不是叶林以前的菜啊！胖子，赶紧倒垃圾去。啊，不是林哥，我倒垃圾，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光吃不动，你减什么肥？啊，减肥？林哥，我没说过要减肥啊，这不你非要我减的吗？废话咋这么多？让你去你就去，你瘦下来，陈心怡绝对喜欢你。真的？骗你做什么？我听他说就喜欢高高帅帅的男生，你小子底子不差，颜值妥妥校草级别，就是被脸上的肥肉遮住了，真减下来他都能倒追你。知音啊，林哥，我就跟严浩晴说过，我瘦下来绝对小级别的男神，他还不信，啥也别说了，这垃圾我去倒。太美了，这样的女孩，我爱几辈子都不够。蓝悠悠，还好没冲动，不然非得被冷艳秋打死。下辈子你能不能也像追林分雪一样，追一回小豆芽呀？以前给林雪雪的，现在我要双倍还给你。冷老师，悠悠，刚刚有事出去了一会儿，老师还担心你吃不上饭呢。冷老师，叶林已经给我打饭了。他打的？是啊，冷老师，刚刚你叫我去办公室，说中午有事出去一趟，让我给同桌打一份饭，你忘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
对，是老师忙糊涂了，差点忘了。叶林这家伙对蓝悠悠是不是太好了点儿？他到底图什么？报告！听说一班转了新同学，难不成就是这2个？哇，男神！这是新转来的同学吗？也太帅了吧！妈妈，我恋爱了！之前10班那个林志熙算什么校草啊？这才是真校草！老师，我们能进去了吗？进来吧。还真是一班的，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难道真是刚转来的？我靠，是叶林！叶林居然这么帅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小豆芽，完了！刚才一直盯着他看，太丢人了。擦脸红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趁我不在偷偷吃辣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，没有，我没偷吃。逗你的，抽屉里的零食都是给你买的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你盯着我看半天。没有，就是你很好看，忍不住多看了会儿。叶林，你怎么把头发剪了呀？早上看你总不敢抬头看我，肯定是被我长头发吓到了吧？是不是觉得长头发的都是坏人？以前欺负我的人都留着长头发，所以我就剪了呀，这样你就不用怕我了。好了，好好听课。胖子，咋一脸衰样？林哥，为啥同款发型你剪了就变帅，我剪了就这么难看啊？这哪是发型的问题，是脸和体重的问题啊！那你想不想变帅？废话，哪个男的不想帅点儿？行，我给你改造改造，几个月保证你脱胎换骨。真的假的？我可不去整容，怕挨刀子。整什么容？你本来就有校草底子，就是胖的，减下来就好了。减肥啊，那也太遭罪了。中午倒个垃圾跑2步我都累得半死，还是算了吧。你忘了早上我跟你说的，你命中有一劫。林哥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这么迷信？要不是重生过，我也不信。可那是前世真真切切发生的事。有些事宁可信其有，而且减肥百利无一害啊。第一，瘦下来变帅了，陈心怡说不定就喜欢你了。第二，身体结实了才能保护人家，女孩子哪喜欢弱不禁风的。第三，就是你这劫必须减肥加考上大学才能破。减肥行，考大学就算了吧，我不是那块料。你不是说我上大专出事吗？我高中毕业不读书了总行了吧？好家伙，还学会钻空子了。那不行，你要不信，放学我带你去找那算命先生，让他亲口跟你说。行，我倒要看看这神棍怎么骗人的。胖子，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同学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天，也太帅了吧！这难道就是韩剧里的转角相遇，撞一下然后偶遇，最后谈恋爱？没事。他是1班的，以前怎么没见过？难道是新转来的？刚才撞进他怀里，好有安全感啊！你笑啥呢？送个作业送出桃花运了。飞雪，我刚才看见一个男生超帅，我还撞到他怀里了。瞧你那花痴样，能有多帅？真的超级帅，林志熙够帅了吧？跟他比差远了，整个人干干净净的，一看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吹得神乎其神的，真这么帅早就出名了。应该是刚转来的，在1班。不信下课我带你去看。行，下课去看看。你该不会看上人家了吧？赵蓉蓉，你不是说高中不谈恋爱吗？是他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这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你不懂啦。我看你是见色起意，想什么呢？那个混蛋怎么可能？快，他出来了！你看，走廊上那个寸头男生就是。这看不清，去2班那边。要是叶林有他1半优秀，不对，想什么呢？那混蛋怎么可能？蓉蓉，你不觉得他看着很眼熟吗？眼熟吗？不觉得啊。越看越像叶林。不可能，这么帅怎么可能是叶林？我找王小琼问问。他来了，他果然是来看我的，肯定是被我认真学习的样子吸引了。蓉蓉找我啥事儿？小程，
你们班那个新来的男生叫什么啊？什么新同学？那是叶林，剪个头发你们就不认识了？是王八蛋、臭袜子泡臭豆腐的仇我能记一辈子，狗东西！什么？叶林？他是叶林？哼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叶林，这女人怎么阴魂不散？早上不是说再也不理我了吗？林大美女叫我，有事儿。叶林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剪个头发，装成乖学生的样子，我就会原谅你，你做梦！他怎么了呀，叶林？你是不是欺负他了？我哪能欺负人啊？这人有病，莫名其妙的。哦，生病还来上学，好可怜啊！他爸妈不带他去看医生吗？他这病叫自作多情病，医生治不好。哦，还有这种奇怪的病呀，难怪医生治不好。柔柔，叶林到底怎么惹飞雪生气了？是什么情况？叶林天天跑去表白嫌人烦，这下不去了他又闹情绪，难不成林风雪喜欢上叶林了？应该不可能吧，我估计就是飞雪习惯了叶林天天跑去表白，今天叶林突然不表白了，他心里有落差而已。绝对有落差，叶林手段真是越来越高明了。啥意思？这种场景我在小说里见多了。叶林这招叫做欲擒故纵，他长时间表白不成功，就换了策略。林飞雪现在早就习惯了生活里有他晃悠，现在他突然不凑上去了，林飞雪心里有落差太正常了。再加上他现在把自己收拾得人模狗样的，只要他往后退一步，林飞雪保准主动倒贴过来。还好我言情小说看得多，不然都识不破这点小伎俩。对，小程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飞雪今天就主动找了他2回。我早上还以为叶林在报复飞雪呢，原来这招叫欲擒故纵。得亏你见多识广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去告诉飞雪，他可不能上叶林的当。小小伎俩还逃不过老娘的火眼金睛。人家林风雪难得来一班找我，叶林这个死不要脸的缠着他做什么？都被人拒绝成那样了，还死缠烂打，岂有此理！叶林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林飞雪都不喜欢你了，还死皮赖脸缠着人家做什么？咋这么多人有病呢？哎，老秦，算了，你堂堂班干部，跟他一颗老鼠计较啥？早上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帮我问了没有？问是问了，但是老秦，我还是不说了吧。是不是叶林这混蛋对林风雪做了什么出格的事？小程你放心，我绝对帮他讨个公道。倒也没有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今早本来是叶林对林风雪的第999次表白，他说要给林风雪一个大惊喜，结果他压根儿没去，林风雪气不过才过来找他。林风雪她居然在意叶林去不去表白。叶林这家伙居然这么有心机，不行，飞雪可不能上他的当。平时叫这些家伙剪个头跟要他们命似的，今天倒是自己收拾的挺利索，看着顺眼多了。同学们，国庆后就是校运动会，这是你们高中生涯最后一次运动会，我希望咱们班都积极参与，每个人都尽量报个项目，别给高中留遗憾。又到了我大放光彩的时候了。体育委员，上去把项目写在黑板上。大家抓紧时间报名，这节班会课报完。叶林，他居然上去报名了！1000米，叶林你行不行啊？别跑半道晕过去了。你行，你咋不报？谁说我不报了？我这是把机会先留给同学们。既然没人报，我作为体育委员，自然义不容辞。篮球至少要8个人才能参赛，不然直接算弃权，还差3个呢。全班这么多男生，能不能爷们儿一点？就没人敢上来报名。老胖，醒醒，看看黑板。咋了？下课了。我操！谁把我名字写上去的？还能有谁？你林哥呗。林哥，我不会打篮球啊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来人，给
给我传球，这总会吧？我谢谢你啊，老胖，我也不会打呀。那你看我会吗？蓝人给林哥传球总会吧？你敢上去擦掉名字，以后别想吃我一口零食。今年篮球比赛估计又是倒数了。早上才说再去找叶琳，我就是小狗，结果下午还主动跑过去了，这不是犯贱吗？叶琳指不定心里多得意，以后说不定天天叫我小狗。蓉蓉，都怪你，非要看什么帅哥。我早上才放的狠话，这下全打脸了。我也不知道她是叶琳啊。好姐妹，你可千万别上叶琳的当。上当？上什么当？叶琳也太无耻了，居然用这种手段来钓我，她就舍得让我难过。我主动找了她2回，她目的达到了吧？可她怎么还不过来求我原谅？就不怕我真的永远不理她？胆子也太大了。那个飞雪，飞雪，你认得我吗？不认识。我是1班的体育委员擎天柱。飞雪，我有个东西给你。这男的有病吧？动手动脚的，恶不恶心？飞雪，你一定要打开看。我跑步的样子应该很帅吧？刚刚摸到他的手了，真滑，真舒服。哎呦！林哥，笑死我了！这傻逼也太蠢了吧！赶紧走了，笑个屁！叶琳肯定看见擎天柱给我送情书了，他说话语气这么不耐烦，肯定是吃醋了。让你不来求我原谅，老娘气死你！切！林哥，你别说话，我来问。老道，你算算我们俩是谁要来算命的？你印堂发黑，老夫掐指一算，便知是你要来求平安的。你的朋友福相满面，哪里需要求平安？林哥，我印堂黑吗？是有点黑。那我咋看不见你脸上的福相？要是你也能看见，老夫也不用在这儿混了。大师，那我不读书不行吗？一定要读大学才能渡劫成功？减肥可躲命劫，你这小子只要变胖就容易没命。求学则是你的姻缘之路，若想寻得人生的另一半，只有好好学习，否则注定孤独终身。那大师，是不是我好好学习就能寻到自己的心上人？正是如此。那大师，你算算我这心上人叫什么名字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今天我已经说的够多了，再说下去对你不好。你只要好好学习，寻得的另一半绝对是你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人。多谢大师。小友，还请献上你的诚意再走。诚意？哦，大师多少钱？我们出家人不收钱，只收元。那大师多少元？100元。这老头打劫呢？明明说好事后我给他100，他丫的什么意思啊？小子，你对朋友倒是很不错，这钱就让那胖子自己出吧，以后有这种活还找我。老爷，今天啥节日，整这么隆重？小林回来了，能啥节日？你李叔早上说你小子决定好好学习，数学课上还把一道难题解出来了，我这不高兴吗？给你多弄几个菜补脑。这是我儿子。看啥呢？就是剪了个头发。前世自己不争气，父母离异。高考前一夜，妈妈想给小雪做顿大餐，煤气泄漏爆炸，妈妈和小雪连尸骨都没找回来。后来爸爸绝望之下沉了江，而那时候自己还在京都当林风雪的舔狗，连家都不回。等幡然明悟的时候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了。这辈子重来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拼回来。剪发好，剪发好，这样帅多了。你小子眼睛进沙子了？没有，就是感觉以前太混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小子终于长大了，看来老李那家伙没跟我开玩笑。老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，绝不会给咱老叶家丢人。好，必须好好学习。我叶家世代读书人，没一个脑子不好使的。你呀，就是贪玩，浪费了太多光阴。好好努力，争取考上大学。实在不行，留级1年也没什么。来得及，老爷你放心，我给你考个清北光宗耀祖。
你小子真能考上清北，你妈恨不得世界都知道你是他儿子。老爷，今晚我就不在家吃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包2份饭，装保温盒里，我带去学校吃？这不还有1个小时才上课吗？在家吃呗。我要去看书，在家里吃饭太浪费时间了。哎，不对，小林，你一个人打2份饭做什么？这不还有黄八一吗？就经常跟我一块的那个胖子，他吃得多，你多打点菜。哦，这样啊。小豆芽，给你夜宵。可是我吃过饭了呀。这是我爸做的，知道你帮我补习，怕你没吃好，特意让我给你带的，不要钱。可是我真的不饿，我胃很小的。没关系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不完倒就行了。我操，林哥，你居然带夜宵！看什么看？陪你去香山折腾半天，我晚饭都没吃呢。有没有我的份儿？滚！你减肥呢？忘了大师今天说的话了？快吃吧，不然凉了。你不吃我也只能倒进垃圾桶。回去我爸肯定骂我。啊！我不吃你就要挨骂吗？骂得可凶了。那我就吃吧。这个给你，我不喜欢吃。这个也给你。叶林，我要吃不下了，别夹了。你饭分我点儿，我爸就给我打了一点儿，我吃不饱。我送你去宿舍吧，那边比较黑。你们要做什么？难道他们要欺负我？蓝悠悠，你别怕呀，我们就是开玩笑的，就是想问你几句话而已。那你们快问吧。蓝悠悠，你以前是不是跟叶林认识？来这个学校之前，我都没见过叶林。真的？不认识你们俩还这么亲密？叶林又给你买零食，又给你带饭，还送你回宿舍，这都是男朋友才会做的事吧？啊，只有男朋友才这样做吗？可是叶林他真不是我男朋友呀。那当然了，不是男朋友谁愿意这么体贴一个不相干的女生？当然了，舔狗除外。你们误会了，是我帮叶林补习，所以他给我买零食，饭也是他爸爸知道我帮他补习，让他带的。我本来吃不下的，可是叶林说不吃就倒掉，太可惜了，我才吃的。我怕黑，宿舍这边路暗，他就顺路送我过来了。这就跟谈恋爱一模一样啊！蓝悠悠，你们该不会真在谈恋爱吧？你是不是为了叶林才转学过来的？不是的，没有谈恋爱，我不是因为叶林转学的，是因为什么？没什么。何小梅，你就别问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。不问了。蓝悠悠，你别不开心，我请你吃零食。小妹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，叶林和悠悠不可能谈恋爱的。叶林喜欢的是林飞雪，他怎么可能跟悠悠在一起？那家伙眼光可高着呢。当然了，悠悠你也很漂亮。叶林肯定是看了恋爱攻略，或者有人指点他。可怜蓝悠悠要被当成牺牲品了，不行，我得拯救她于水火之中。小豆芽，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在刻意疏远我？自己貌似没惹他生气吧？难不成来亲戚了？小豆芽，啊，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在刻意疏远我？没有这回事的，可不能惹他生气，万一他以后为自己吃臭袜子泡的食物就不好了。是不是有人跟你说我坏话了？这表情肯定是把我当成大坏蛋。没有，叶林没有人说你的坏话的。到底是谁这么嘴贱？好不容易跟小豆芽建立的好感，一晚上就给我火爆光了。小豆芽，他们肯定说我以前很坏吧？我知道我以前对同学们不好，可他们对我也不好啊，连题都不愿意教我，让我次次考倒数，没人愿意跟我玩。要不是有胖子，我在去学校连个朋友都没有。叶林好可怜。叶林，你不坏的，我感受得到，你对我很好。你要是坏人，就不会对我这么好了。
真的吗？真的，书上说了，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只要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。小豆芽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昨天我还当着全校的面给同学们道歉了，还罚自己给班级做1个月卫生。我已经改邪归正了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谢谢你，小豆芽，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叶林，你昨天给我吃的饭没用臭袜子泡吧？到底多大的仇，居然跟小豆芽说我这么坏？被我逮到是谁，非把臭袜子塞他嘴里不可。小豆芽，别听别人瞎说，昨晚的饭我们俩一起吃的，我总不能连自己都坑，吃臭袜子泡的饭吧？还有，我从来没用臭袜子泡过臭豆腐，给他们吃的确实是真臭豆腐。就是他们以前总针对我和胖子，我们才故意在冷老师面前那么说，就是想恶心他们一下。要真是臭袜子泡的，他们早进医院了。叶林，那你咋不跟他们解释呀？解释清楚了，他们就能原谅你了。小豆芽，当别人对你有成见的时候，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。等下回宿舍，我帮你跟他们解释，不能让他们一直误会你。小豆芽，不用帮我解释，你相信我就够了。他们信不信无所谓，我又不在意他们。我相信就可以了吗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呀，他们跟我又不是朋友，他们怎么想根本不重要。你要是去替我解释，他们就知道你是我朋友了。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，到时候他们欺负你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叶林，我不会跟他们说的。林哥，你认真的？你要开店？就开个店而已，瞧你大惊小怪的，我们还是不是兄弟？林哥，我就剩2000块了，这还是我省吃俭用好几年存下来的压岁钱。放心，又不是不还给你。你真不考虑投资我的奶茶店？开什么玩笑？拿2000块巨款打水漂，借出去好歹能收回来。投资叶林，万一亏得血本无归，被我爸妈知道，以后过年都别想压岁钱了。两位帅哥，要喝点什么？老板，我们不是来喝奶茶的。那你们是有什么事吗？老板，你这铺子要转让是吗？是要转让，你要租？是的。你一个学生租来做什么？高中生不好好读书，租铺子能干啥？租铺子做生意啊，不然还能做什么？这老板怎么知道他是卖奶茶的，还问他做什么工作一样，胡扯吗？我是想问你们做什么生意？我店里这些东西要是能用得上，我可以低价卖给你们。我想开个奶茶店，这些东西确实都用得上，只是我现在没这么多钱。你要开奶茶店？我自己开奶茶店都干不下去了，这小子居然还要开。要是可以的话，你这些设备能不能先赊给我？等我赚到钱了，再把钱给你结清。店还没开呢，就笃定自己能赚钱？你干这事儿，你爸妈知道吗？我用自己攒的钱创业，不会有人来找你麻烦，这点你尽管放心。再说我已经成年了，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。我这铺子30平米，本来是1年起租，按季付。看你是学生，就先租你1个月试试，租金1000块1个月，押1付1，万一你生意不好，也能及时止损。那太谢谢您了。店里这些设备，你要是付不起全款，先给我2000块押金就行，等你以后有钱了再结清。可以。那这个月你一共给我4000块，一次性付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小老板，你招工吗？我本来就是做奶茶的，有经验。你要是招人，我可以过来帮你干。行，工资底薪1500，提成看业绩。第1个月是试用期，工资只发80%，你要是能接受就做。行，没问题。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老板，我叫真慧。以后叫我叶林就行，别叫小老板了。好，这么多，真能卖得完吗？楼下男生也太帅了吧！他手里提的不就是校门口宣传的宁果子吗？居然开业了！我领了半价券，等下就去买。又帅又体贴，哪个女生这么幸福啊？直接送楼下！我也想要这样的男朋友。也就是这些人不知道他是叶林，要是知道，估计就不会这么疯了，是吧，小薇？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虽然他是叶林，可是真的好帅啊！他手里的果茶到底是给谁带的？真的好羡慕。完了完了！今天答应给叶林补课的，起晚了，他肯定等好久了。悠悠，你干啥去这么着急？我答应给叶林补课的，起晚了。难道叶林是在等蓝悠悠？果茶是给他带的。小豆芽，这里。叶林，我来了。你说你这么着急干啥？衣服都穿反了。我穿反了！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！好可
可惜这么帅的哥哥居然有女朋友了。刚刚摸头杀也太甜了吧！这女生长得平平无奇的，凭什么？小豆芽，校服脱了，我帮你弄正。脱衣服在这里吗？就脱个外套，没事的。叶琳，我自己能翻的。穿吧。那个，我自己来。我自己来。同学不能亲嘴哦，会有小宝宝的。叶琳，他们怎么了？跑这么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他们尿急，跑去上厕所了。哦，可是他们刚刚在亲嘴啊，就不怕有小宝宝吗？他们还在读书呢。小时候弟弟被家里大黄亲了嘴，1个月后大黄就生了一窝小黄，可吓人了。小豆芽，亲嘴不会有小宝宝的。啊，不会吗？那要怎么样才会有小宝宝？以后再告诉你，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那好，叶琳，你以后可一定要告诉我。拉钩。拉钩。叶琳肯定是故意来这里等我的，等下就会过来道歉，说这几天知道错了，还会把果茶给我赔罪。小豆芽，给你的，喝吧，很好喝的。给我的吗？这可是我亲手做的，专门给你带的。叶琳居然亲手做饮料给我喝，她真好。叶琳这几天就是故意气我，太过分了。叶琳，你为什么要把送给我的果茶送给这个丑丑的女生？真是冤家路窄，到哪儿都能遇上。好好的2人世界全被破坏了，晦气。原来这果茶本来是要送给这位仙女姐姐的，那她为什么要说专门给我的呢？谁丑？小豆芽比你漂亮多了。还有，谁说这果茶是给你的？自作多情，要喝自己去学校对面买去。小豆芽，我们走。叶琳，你混蛋！我知道你故意气我，我才不原谅你！谁稀罕你的破果茶？赵蓉蓉说的对，她就是故意跟这个手小丫亲密，想让我着急。我才不着急，才不会原谅她。叶琳肯定知道我们周末来这儿学习，故意拉着她来演戏气你的。我知道，戏倒是挺多，玩这种小子把戏，真以为我会吃醋？搞笑！飞雪，叶琳手里那果茶我知道，叫柠檬果子，就是学校对面新开的奶茶店卖的，听说特别好喝。我们来的时候门口排老长队了，排队就为买一杯饮料，至于吗？听说真的很好喝，要不我们也去买一杯，我请你们。那就去买一杯。死叶琳，你不给我买，有的是人给我买。好嘞。老板，3杯柠檬果子。帅哥，3杯柠檬果子，一共24块。24不对啊，老板，你账算错了吧？1杯4块，3杯12啊！我要3杯，不是6杯。谁告诉你4块1杯的？不会看价格表啊？清清楚楚写着8块1杯。那他们怎么都4块买的？人家有半价券啊！前几天本店一天发100张半价券，有券就半价，没券就原价。前面的买不买啊？不买让开，别浪费时间。就是自己没券还在这磨叽，买不起就走啊！滚了！飞雪，你过来一下。咋这么久？排半天还没买上？马上就买上了。那个飞雪，我今天钱没带够，能不能借我？姐姐，2杯柠檬果子，她的自己付。没钱还出来带妹，丢不丢人啊？没钱脾气还不小。小妹妹，跟哥玩呗，哥请你喝，管够。你们说话注意点。我们说话怎么了？1没骂脏话，2没侮辱人，诚心诚意请你们玩，怎么了？人心红，蓉蓉被人欺负，你屁都不敢放吗？走走走，先进学校再说。赵蓉蓉这猪脑子，跟混混较什么劲？还好我机灵，跑得快。这里的推导步骤你容易漏，我给你标红了。飞雪，快走快走，他摆明了故意做给你看的。你现在冲过去找他对峙，正好中了他圈套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跟他置气。风雪居然会为这种学家动气，他凭什么？整天混日子看书又有什么用？再努力成绩也永远赶不上我。一个一无是处的垃圾，还痴心妄想追林风雪，表白几百次全被拒绝，典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成绩稳居前列，家世样貌样样不差，他拿什么跟我比？这些知识点我早就吃透了，可听他细细讲解，光是待在身边就是一种享受。偶尔指尖胳膊不经意相碰，心跳都会乱一拍，浑身燥热。叶琳理解能力也太强了，多难的考点我只讲1遍他就完全通透，一点就透。这么聪明的人，为什么每次考试都是倒数？实在想不通。之前听邻居李建业聊过，
全校第一的尖子生穆成云，十有八九是他在给臭小子补课，不然怎么特意让我带2份饭？这小子妥妥人家的舔狗。就算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眼下人家实实在在费心辅导他功课，可不能怠慢小姑娘。抓住女孩子先抓住胃，我厨艺这么好，说不定能帮儿子拉近关系。要是能拿下林飞雪，当年我没能娶到他母亲，让我儿子把他女儿娶进门，想想都解气。小豆芽，你在这儿乖乖等我，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。嗯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老爷，你看啥呢？你让我带2份饭，我不得看另一份是给谁的？还能有谁？黄八一呗。哼，臭小子，还跟我藏着掖着，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清楚，妥妥舔狗一个。原来是这样，饭菜我拿到了，你早点回家，我得回去接着补习。还好2份一样，等会儿把这份递给小豆芽。小豆芽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啦，我们继续讲题吧。明明累得眼皮都耷拉下来，还一心想着给我补习，真是温柔又纯粹的小姑娘，看着真心疼。别学了，我脑子已经饱和，今天先到此为止，明天再来补习好不好？不学的话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呀？我今天一整天都空出来，专门陪你补习，没有别的安排。你回宿舍好好午休休息，我也回家歇着。小豆芽，这个给你，中午的午饭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解决午饭，你不用总给我带。唉，你不吃就算喽，2份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，剩下只能丢掉。我爸看见浪费饭菜要狠狠骂我。不能丢，粮食来之不易，种地的长辈顶着大太阳劳作，绝对不能浪费。那能不能拜托小豆丸帮我吃掉？那我把饭钱转给你。不用给钱，你早上费心费力给我梳理知识点，请你吃饭理所应当。你非要算钱的话，以后我就不找你补习了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次让叔叔只给你送1份饭就好。我记住了，下次一定跟我爸说。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？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悠悠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和叶琳谈恋爱了？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？悠悠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跟叶琳谈恋爱了？谈恋爱？和叶琳？谈恋爱要亲亲抱抱，还会有小宝宝？我只是单纯帮她补习，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事，肯定不算谈恋爱。没有，我和叶琳根本没有谈恋爱。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。那叶琳为什么总给你带吃的？这个盒饭肯定也是她送的吧？是我给她补习功课，她才总塞吃的给我。我本来不想要，可我一拒绝，她就说要全部丢掉，粮食浪费太可惜，我只能收下。就像这份午饭，她说2份吃不完，带回家会被她爸爸责骂，非要我帮忙分担。下次要不你们几个一起帮她吃掉。叶琳的饭我们可不敢碰，谁知道是不是拿臭袜子炒出来的？小程，那件事叶琳跟我解释过，之前送大家的臭豆腐根本没有用臭袜子浸泡，她只是故意在冷老师面前乱说恶作剧而已。这混蛋还好意思让你帮他洗白，脸皮也太厚了。其实叶琳本性不坏，以前大家都不愿意搭理她，不肯教她做题，她才会做那些调皮捣蛋的事。现在她已经彻底改好了，以后不会再胡闹了。什么道理？明明是她天天主动惹麻烦，谁敢主动凑上去，躲都来不及，还主动教她学习。你千万别被她利用，最后白白受伤。没错，你可千万不能被叶萌骗。好看的男生多的是，别被叶琳这副模样蒙蔽，她心眼多坏着呢。叶琳喜欢林飞雪，以后要是碰见林飞雪，我一定要多帮叶琳解释，不能让她误以为叶琳是坏人。不说这些啦，这个柠檬果子给你，等下有空也帮我补补课呗。今早光柠檬果子就卖200多杯，营业额快1000了。就算后续客流降温，每天稳定600-700盈利没问题。现在扩张员工，提前储备人手，以后方便开分店。等租期一到，直接涨中金，逼走叶琳，咱们自己接。
接手这家店做生意。女生做事稳定，避免男女员工互生情愫结伴离职，不用频繁招人培训，不耽误上学时间。叶林，昨天我特意跟你说了，让叔叔只准备1份饭的。小豆芽，你可冤枉我了！我反复叮嘱我爸，他根本不听，还说要是你不肯收下饭菜，就直接给你开补习工资，说不能让你白白辛苦教我。其实我特别想给他发报酬，但以他的性子，绝对不可能收下。那我还是帮你吃掉吧。他自尊心太强，只是好心帮忙补习，却总觉得亏欠我，长期这样只会给他巨大心理压力。在我眼里，1顿饭只是回报，可他始终觉得受之有愧。叶林对我这么好，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他。可他看起来什么都不缺。对了，室友说他喜欢林风雪，我可以帮他追林风雪。可是该怎么做才能让林风雪接受他？好难想明白。经过叶林1周督促背书，每日运动节食，足足瘦了10斤。可惜脑子还是转不动，能偷懒就偷懒。今天难得睡个自然醒。林哥，这1周天天刷题背书，这次考试能稳住不？全班前30，问题不大。前30？这怎么可能？同学们快听，叶林放话，这次月考要冲进全班前30。常年全校倒数的差生，学1周就想飞跃几百年次。班里一共68人，就算排名垫底的严浩清，都稳居全校前500。叶林，敢跟我赌吗？你要是真考进前30，往后1个月值日全部我包。要是达不到，你额外多扫1个月卫生。之前你乱扔垃圾跟我吵架的账，我可记着呢。我也赌你进前30，当众喊我一声爷爷。考不进，给我磕3个响头。没兴趣多收一个孙子。叶林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考好的。小豆芽，你也要放平心态，好好考。要是发挥失常，以后我可就不找你补习了。冷老师看到你的成绩也会失望的。前世他每次期中院考都刻意压分，排名几百开外，高考却一鸣直冲清北。这段时间补习，我看得出来他底子极强，心里藏着顾虑，不敢放开发挥。我这番话就是想逼他卸下包袱，考出真实水平。我一定会尽全力好好考试。走，咱们去考场。林哥，等等我，别丢下我！这座位实在晦气。这家伙长相确实惊艳，完全能和我抗衡。难怪最近抢走我的校草热度，可空有一副皮囊罢了。我文化课稳过本科，篮球、唱歌、舞台表演样样全校顶尖。每次晚会、球赛我都是全场焦点，天生明星料子。他根本没法和我相比。一番对比下来，他依旧比不上我。坐我旁边简直天赐机会，只要他低头跟我道歉求额，我考试就分给他抄。若是嘴硬不服软，半分答案都别想看见。果然只有一张好看脸蛋，学习一塌糊涂。完了完了，还跟李俊伟赌了全班前30，看他这状态铁定输，最后扫地的还得是我。老师，他考试睡觉。管好你自己，不要交头接耳。不想让叶林、冷老师失望，可如果全力发挥考第1，一定会引来同学排挤得罪人。考个前20应该刚刚好，可我不清楚年级第1名的分数线，纠结半个小时也拿不定主意。先把卷子写完，考完再问问叶林吧。蓝悠悠啊，你怎么也提前交卷了？猜到你会提前出来，怕你独自等太久。那你的卷子全部写完了吗？放心，所有会写的题目我都答完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本来打算下楼等他低头认错，现在看他和别的女生这般亲近，完全没必要。接下来所有科目，半个字都不会给他看。平白无故瞪着我，我又不欠他钱，他又莫名其妙发脾气。
咱们学校考试成绩最好的人是谁呀5班的林飞雪。原来林飞雪成绩这么拔尖，难怪叶琳会喜欢她。那她每次大概能考多少分？他打听林的分数做什么？难不成想考超过对方？稳定670分以上，发挥好能突破700。670分门槛很高，我控制在650分以内，排名就不会太过扎眼。妹，叶琳，你干什么？你来学校这么久，我从没看清你的整张脸，一时好奇没忍住。叶琳，我不好看。是啊，别人都说我是丑小鸭，丑小鸭怎么会好看呢？叶琳看见自己的脸，她应该会嫌弃吧？谁说你不好看的？小豆芽，你长得很好看，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刚刚还没看仔细呢，我再看看。这老家伙真会挑时间咳嗽。李老师，你生病了吗？我没病。叶琳，补习就补习，你小子摸人家脸做什么？李老师，这你可就误会了。有虫子飞进蓝悠悠眼睛，我帮他吹吹。啊？是不是啊，小豆芽？对，李老师，我眼睛飞进虫子了，叶琳帮我吹呢。下次注意一点，这是学校，男女生之间保持距离，被人家误会谈恋爱，那可就不好了。知道了，李老师慢走。幸好今天叶琳的爸爸不送饭过来。小豆芽，我请你。啊！不要，叶琳，我自己刷卡。叶琳，你怎么？我喜欢吃青菜。喜欢吃青菜还打2个肉菜。不过叶琳喜欢吃的话，那就让她吃吧。自己只吃米饭也是可以的。想必应该是饿坏了吧？万一叶琳米饭不够吃，自己的米饭也是可以让她吃的。小豆芽，我吃的好饱呀！你打的青菜太好吃了，一下没忍住全吃完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的，叶琳。叶琳喜欢吃青菜。小豆芽，我已经吃饱了，吃不下了，这个菜你吃吧。我……小豆芽，你可要吃完哦，不然倒掉就太可惜了。粒粒皆辛苦，不能浪费了。浩清，好兄弟。老胖，叫我有什么事吗？没啥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说，让我插个队而已。阿姨，以后我不加饭了。这家伙不一直顿顿加饭吗？这突然不加了，啥情况？平时不都是要3人份的米饭吗？这不加饭吃不吃得饱？阿姨，我最近减肥呢。减肥好，减肥好。一个半荤，一个素，一连要3个。感谢老胖，以后还想插队来找我。作为同桌，我义不容辞。你不能轻点做，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。林哥，你咋出来了？不就见我一起？这小子是睡迷糊了吗？我提前出来的，当时人家都在考试呢，我咋叫你？林哥，你语文考得咋样？一般吧，拿个100分不成问题。就没见叶琳好好写过试卷，能拿100分？林哥，你可是跟李俊伟打赌的，一定要认真写啊！后面的考试别再睡觉了。这家伙咋突然比自己老爹还关心自己？你就放心好了，说考进全班前30就能考进全班前30。叶琳，我相信你能考进全班前30。你相信有啥用？得考上才有用啊！小豆芽，谢谢你相信我，给你个大鸡腿。林哥，那是我的鸡腿。什么你的鸡腿？减肥还吃这么多？忘记大师的话了？哟，小老板放学啦？倩姐，给我们整2杯柠檬水。好嘞，小琛，给老板做2杯柠檬水。林哥，喝不惯这个，能给我换杯柠檬果子吗？不喝拉倒，真想减肥就别老想着喝甜的。让你惹我生气。
就不给你抄，我气死你！死混蛋，继续考全校倒数吧。叶林，等下你想补什么科目呢？小豆芽，刚刚考完试，这几天就先不补习了。啊，不补了吗？叶林，等下我们补哪一科呀？小豆芽，刚考完试太累了，这几天先不补习了。啊，不补了吗？我都规划好假期要补的知识点了。李俊伟他们摆明了欺负叶林成绩差才打赌，要是输了多丢人啊！小豆芽，怎么了？不开心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担心，不补习的话，你成绩跟不上怎么办？被人放在身上惦记的感觉真好。这小丫头闷闷不乐，原来是在担心我的学习。刚考完脑子都木了，实在学不进去，等收假回来我们再补。那你这几天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别太累了。好。好不容易放长假，得想办法把她约出去玩才行。以前放假不是打扫卫生就是看书，书上的知识看一遍就会，日子过得慢悠悠的。在市一中的时候要天天打扫宿舍，怕被欺负。现在室友都很好，可怎么闲下来反而空落落的？好像一有空就想给叶林补习，或者说就想待在他身边。只有补习的时候才能光明正大陪着他。难道我喜欢叶林了？不行不行，我们只是同桌，只是好朋友，我就是想帮他补课而已，才不是总想见到他。他长得那么好看又聪明，我就是个丑小鸭，怎么配得上？而且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林飞雪真幸福啊，能被叶林这样的人放在心上。小豆芽，到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这条路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上去了，你也快回去休息吧。小豆芽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有的。那我们明天出去玩好不好？啊，去玩吗？出去玩肯定要花好多钱，车票、门票、吃东西，想想就贵。可是是和叶林一起去，我不想拒绝。我就是随口一说，看你为难的样子，没时间就算了，收假再补习也一样。我有时间的，叶林，我有空，大不了以后每天只打一个素菜，省下来的钱就够了，能陪他出去，花点钱也没关系。那好，明早8点，我来宿舍楼下接你。年轻真好，青春真好，不用当舔狗的日子真好。林哥，这可是我爸的宝贝，你可千万别弄坏了啊！放心，用完完好无损还给你。明天跟叶林出去玩，总得穿件好看的衣服。可是我好像都没有像样的衣服。蓝悠悠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找衣服。也太胆小了，找衣服又不是做小偷，也能被吓成这样。悠悠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叶林约你出去玩啊？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？没有，萌萌你别乱说。还说没有？你看你脸都红成苹果了。这几天看下来，叶林对悠悠是真心实意的好，而且他明显已经不追林飞雪了，甚至刻意躲着。男人能有这么大变化，多半是心里有人了。这套我买小了，穿不上，本来打算扔的，你穿尺码更好，送你了。明天出去玩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啊，这衣服真好看，等收饭了，我把钱给萌萌吧。好像也不是特别丑，明天这么穿，叶林应该不会嫌弃吧。叶林，
你来啦！这声音明明就是小豆芽，今天打扮的也太好看了，我居然没认出来。她是特意为我穿成这样的吗？小豆芽，你今天真好看，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好看吗？特别好看，我们快走吧。叶琳喜欢我这样穿。要不是怕他醒了害羞，真想抱着让他睡踏实点儿。前世我下葬那天，他在墓前哭得撕心裂肺。那时候我要是能护着他多好。好在老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他受半点委屈。小豆芽，我们到了。到了，那我们快点走吧。昨晚没睡好吗？看你困得厉害。宿舍只剩我一个人，我怕黑就没睡好。我知道他怕黑，以前学校停电，他在教室里吓得浑身发抖。可就是这么怕黑的姑娘，前世却一个人深夜跑到墓地看我。不是不怕，是墓里埋的人比黑暗更重要。早知道人这么多，游乐项目怕是排不上了。小豆芽，在原地等我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动物园门票50元。叶琳，快看，有好多动物！原来他笑起来这么灿烂。以前总觉得他天生腼腆不爱说话，原来只是没人带他见过这些。蓝悠悠，虎兄给力点，再多吼几声。小姑娘，要不要骑一圈？我们家鸵鸟都温顺得很，不敢的话，让你男朋友抱着你。来动物园不骑鸵鸟拍照，那不白来了吗？不是的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们只是同学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同学也能一起做嘛。姐，麻烦帮我们多拍几张。没问题没问题，小伙子快上去，这小子挺会来事儿，得好好帮他一把。这也太磨人了，再跑一圈我可要扛不住了。叶琳，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坐垫硬硬的，有点硌人啊？垫子质量不好，太硌了。小豆芽，我去洗把脸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好。这幸运之星是我的，我先接到的，你快还给我！这幸运之星是我的，我先接到的，你快还给我！这明明是我闺蜜先接到的，你快还回来！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接到的，给你们。人要脸树要皮，还是个女生呢，抢人家的幸运之星，你们咋这么不要脸？姑娘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球是我先接到的。姑娘，你先接到，可你没接中啊。我们是以球在谁手上为准，所以这个幸运之星是他。他先接到的，那就给他吧。小豆芽儿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主持，她名字叫做蓝悠悠。本场幸运之星是蓝悠悠女士，她将免除本次进园门票，获赠江城动物园纪念卡1张。蓝姑娘，我们上台合个影吧，顺便领取纪念卡。那个，我们能一起合影吗？那当然可以了，你男朋友真帅呀，真是郎才女貌。到时候你们的合影照片，我们管拿来展览，当然是有好处的。我们给你们免票价，你已经是幸运之星，不仅免票，还会把买票的钱退给你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那个，我们只是同学，不是男女朋友的。小帅哥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不过照片仅限于展览，不能做其他用途。放心，绝不会有其他用途，请。冰柔，别生气了。刚刚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什么？刚刚那个男的说他叫蓝悠悠。蓝悠悠？冰柔，会不会是同名同姓？不，刚刚那声音，那言行举止，还有那身影，他就是蓝悠悠，就是我们班的那个丑小鸭。可是她怎么那么漂亮是吗？那还用想吗？在学校被骂丑小鸭多了，趁着暑假去整容了呗，不然干嘛辍学？钱都拿去整容去了，就没钱读书了。那就是去整容了。听说她家境不是很好，没钱还去整容，真不要脸。可怜那个男生被她这虚伪的外表骗了，那男生还挺帅的。帅有什么用？又不长眼睛。看够了没有？冰柔，别走啊！等等我。冰柔，冰柔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可能认错，他就是蓝悠悠。这个丑小鸭，以前抢我名次就算了，这次又抢我的幸运之星。陈杰，冰柔被人欺负了，你还质疑他认错人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不是说喜欢冰柔吗？放心，这幸运之星是冰柔的，那就是冰柔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冰柔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，等下我帮你讨回公道。你先不急，等我们揭露蓝悠悠的丑陋面孔给那个男生看先。什么男生？跟蓝悠悠一起上台那个男生啊，你看不见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为什么要揭露蓝悠悠的丑陋面孔？你傻吗？这都不懂？蓝悠悠费尽心思整容追上的小帅哥，如果被我们说跑了，你说蓝悠悠会不会被气死？懂了，懂了。蓝悠悠，你站住！幸运之星自己接不到，你还没完没了了。帅哥，别生气，听我说，你被这个丑小鸭给骗了。蓝悠悠以前是市一中的，我们是市一中的，我们是同学。她以前丑得很，又穷又丑，名副其实的丑小鸭，长得太丑，所以她暑假时候就去整容了，把家里的钱用光了，就没钱读书，然后辍学。我估计她是偷家里的钱去整容的。所以，帅哥，你可别被这张人造脸给骗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蓝悠悠。识相点，把纪念卡拿给我，这本来就是我的。丑八怪，乖乖把纪念卡还给冰柔，否则你知道的。小豆芽，别害怕，我保护你。小子，保护他，你没吃错药吧？我劝你们把东西拿过来，免得挨揍。你们不要脸就算了，但是侮辱他不行，欺负他更不行。小豆芽，他们以前欺负你的，我今天给你讨回来！不要打了，叶林，不要再打了！马上跟他道歉，否则我撕烂你们的嘴！
叶林，不用的。对不起，悠悠，对不起，我就是嘴贱。不用的。蓝悠悠，对不起。滚！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。小豆芽，你跟他们以前是同学。那他们以前是怎么欺负你的？小豆芽，你跟他们以前是同学。嗯。那他们以前是怎么欺负你的？小豆芽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在清远中学，你能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。你考过市一中，这群人就是给我们学校争光；你给学校争光，就是给冷老师争光。这样冷老师会非常开心的。真的吗？只要考过市一中，冷老师就会很开心吗？是呀，所以下次市里统一考试，你要加油。好的，我一定会好好考试的。小豆芽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老板，这个发圈多少钱？小帅哥，你可真有眼光，这款可是最新款、最时尚的发圈，送女朋友最好了。平时我都卖50块，看你这么帅的份上，我给你打个折，30块卖给你。5块，给的话我就买。我说小帅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5块钱卖给你，我都得亏大本。不行不行，20块最低价了，要你就拿去。哎，小帅哥，得，5块就5块，今天我就亏本卖给你了。谢谢老板，老板发财。叶林，你怎么买了个发圈？哦，我买回去送人的。叶林，你等我一下。小豆芽，你这是？那个叶林，今天去玩，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，应该是这么多，我把钱给你。小豆芽，我们是不是好朋友？是啊。是好朋友就不需要给我钱，今天是我请你的，下次换你请我就好了。可是，小豆芽，你要是给我钱，就是不想跟我交朋友，我会难过的。那我就不给你钱了，叶林，你不要难过。你不给我钱，我就不难过。小豆芽，这个送给你。叶林，你不是说这个是买来送人的吗？是呀，我买来就是为了送给你的。你晚上睡觉时候戴着在手上，这样就像我陪在你身边，晚上就不会怕黑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不骗你。谢谢你，叶林。小豆芽，明天下午给我补习功课好不好？好。那明天下午见。那你快上去吧。那我上去了，叶林，你快回家吧。不对，我咋会好看呢？是衣服好看。幸会。先是去教室等，又来到宿舍楼下等，就想快点见到叶林，奈何等待的时间总是过得很慢。叶林，你来啦！小豆芽，你是不是等我好久了？没有呢，我才刚刚下来。你说谎，看你眼睛都要睁不开了。说谎以后生小孩可是会没的。靠，感觉是在诅咒自己啊！叶林，其实我早上就下来了，我没什么事做，怕你来了等我，我就先到下面，这样你一来就能看见我了。我不是说下午吗？你咋早上就下来了？我就是想早点见到你，然后去补习。迫不及待想要见的人，可不就是心上人吗？
不过蓝悠悠现在对于情情爱爱这种东西还是个傻白甜，她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意思。如果急着表白，只会弄巧成拙。小豆芽，是不是还没吃饭？叶林，我吃过了。小豆芽，你又在说谎了。好了，我也还没有吃饭呢，我今天可是亲手下厨给你做饭吃。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叶林，好好吃。毕竟是舔狗多年学来的厨艺，能不好吃吗？小豆芽，这是我们昨天去玩拍的照片，送给你。叶林，你拿着吧，给我了，那你就没有了。我做了2本，我的我放在家里了，这本专门是给你的。专门给我的吗？你不看看吗？我回去再看，我们先看书吧。林哥，我就猜你在学校。啥事儿这么急？蓝同学，那个能不能也教我学习？我也想进步。这家伙。可是我现在在帮叶林补呢。没事儿，等你教完林哥再教我。我昨晚自己看了1晚上的数学，好多东西看不懂，你可一定要教教我。考不上大学，我这辈子幸福算是完了。这家伙还真信考上大学陈希怡就会跟他在一起了。小豆芽，你教我就好了，黄第一我来教。林哥，兄弟，我幸福掌握在你手里了，你真学会了吗？你小子不相信我？咋会呢？我相信你，林哥，这题咋做？好家伙，嘴上说相信，手里直接拿题来考。这家伙还真学会了，讲的居然比李大炮好，我这种学渣都能一听就会。行了，晚上再接着学，你小子请吃饭。没问题，问题。同学你好，能帮忙教一下你们班的林风雪吗？找我？谁找我？难道是叶林来送情书了？是他，叶林找来气自己的丑八怪，一个丑八怪也好意思跟自己抢男人？你找我？是的，所以叶林肯定无时无刻在想林飞雪，这怎么能让人不羡慕？飞雪姐姐，我叫蓝悠悠，是1班的。我知道你还和叶林是同桌，但是请你别叫我姐，我可没有你这么丑的妹妹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是的，我跟叶林是同桌。飞雪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别叫我名字，这让我感到恶心。被人叫名字就恶心，看来他真的病得很严重，等下必须要告诉他，生病不能耽误治疗。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你什么也别称，快点找我到底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我想跟你说，叶林他真的很喜欢你。笑话，我不知道他喜欢我吗？以前他天天过来找我表白，这个用得着你来告诉我？一定还在生叶林的气，也不知道叶林怎么惹得人家这么生气。那个，我想说的是，你不要再生叶林的气了。叶林他真的好好，他不是坏学生，最近他天天努力学习，可刻苦了。还有，他心肠好，我以前经常被人欺负的，但是一转学来这里，叶林他就很照顾我，几乎每天都给我送盒饭和柠檬果子。其实我不想要的，但是不要的话，他就要丢进垃圾桶去，我只好帮他吃掉了。就在昨天，我们去江城玩，遇见以前的同学欺负我，他还保护我。叶林他真的好好，林飞雪，你不要再生他气了，他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们只是朋友，他都对我很好很好，所以他那么喜欢你，对你肯定会更好的。你如果还生叶林的气，还不理他，叶林他会难过的。闭嘴！你是在跟我炫耀吗？别以为叶林对你好，他就是喜欢你。我告诉你，他这是演戏给我看的。就你这模样，你觉得叶林会喜欢你？别白日做梦了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炫耀的。就凭你拿什么跟老娘争？要颜值没颜值，瘦不拉几的。要论成绩，你有我考得好吗？我可是全校第一。你回去告诉叶林，他再跟我演戏，我就永远不会原谅他。林风雪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这就回去告诉叶林，叫他不要演戏了。想到妈妈就是因为没钱耽误治疗，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，哪怕林风雪再生气，再不喜欢自己，那也要把这个告诉他。他以后可是要跟叶林在一起的，那他不能生病。还有，你刚刚听到我叫你名字就感到恶心，这也是病，有病就得治，一定要去治哦。叶林，林飞雪说叫你不要再演戏了。小豆芽，我没演戏给林风雪看，我对你的好都是真的，而且我已经不喜欢林风雪了。不喜欢林风雪了吗？可是王小徐说你喜欢她的呀，她真的很漂亮。小豆芽，你咋信王小兵不信我呢？那我自己喜不喜欢她，还有人比我本人更清楚吗？也是哦，叶林自己都说不喜欢了，那肯定就是不喜欢了。那你喜欢谁？问清楚了，去告诉叶林的心上人，叶林有多好。小豆芽，我喜欢的那个人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毕竟叶林对自己这么好，叶林会是喜欢谁呢？平时叶林天天跟黄大一混在一起，他不喜欢林飞雪的话，那就可能是黄大一了。在市一中普及艾滋知识的时候，老师说过，男跟男的在一起最容易得这种病了。小豆芽，你可别瞎想，我对男人可不感兴趣。哦，这样啊，吓死我了。同学们，假期结束就该收回心思学习了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1年了。这次月考的成绩也已经出来了，
有的同学进步很大，有的同学还需要再努力一些。老师，我们班是不是排第一了？不仅全校排名第一的班级是我们班，个人排名第一也在我们班上。第一居然不是林文雪了。心怡，厉害啊，给我们班长脸了。说啥呢？老师都没念名字你就知道是我了，应该就是自己了吧？这次全校第一确实不是心怡，不过心怡也很厉害，考得全校第5名。这次全校排名第一是蓝悠悠同学，她考了645分。这次考试试卷出的比较难，考的这个分数已经超级厉害了，就算市里的顶尖学生来考，也就差不多这个分数。全校第2名林飞雪这次也才考了624分。我真没想拿第一，所以才决定考645分。明明算好了的，却没想到失策了。这次试卷对人家来说太难了。老师居然安排个学神跟叶林做同桌，这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？叶林以前可跟他提过一嘴，校长是他舅，就跟市一中一样，那一次拿了全校第一也是这样的场景，后来自己就被人欺负了。恭喜蓝悠悠同学为我们班拿下第1名，大家鼓掌。叶林，又不是你考第一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不是我考，但是我同桌考啊，我为我同桌开心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老师，那个考试之前我跟叶林打了个赌。哦，什么赌？说来听听。叶林说他这次考试能考进全班前30，我们就赌他能不进前30。他之前说给班里做1个月的卫生，所以赌约是他赢了。他余下的值日天数我帮他包了，他输了就多加1个月。叶林，有这回事吗？有的，老师，本来擎天柱也要跟我赌的，不过他输了要给我当孙子，我就没同意，毕竟影响不好，我也不缺孙子。你自己不敢赌，说什么影响不好？那我们换个影响好的，我要是输了拖1个月的地，你输了也拖1个月的地，必须天天拖，1天拖2回，赌不赌？这绝对是必赢局，叶云敢答应就乖乖拖地，不答应就是怂了，怎么都是我赢。赌。虽然学校不允许这种行为，但是老师看你们血气方刚的样子，那这次赌约就作数，下次不允许有这种行为了。不过你们可要愿赌服输。老师放心，我绝对愿赌服输。刚我说了，我们班有的同学进步很大，尤其是叶林，他的进步是最大的。这些天他的努力，同学们也是有目共睹。老师，叶林他到底考了多少分呀？叶林这次考了520分，全校排名267名。老师，你没有看错吧？心怡，把大家成绩念一遍。不可能，毫无疑问，叶林绝对是抄了林风雪的，说不定还是逼迫人家给他抄的。可恶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输了就输了，反正自己当劳动委员也天天做卫生，多做一点也没什么。擎天柱军委，叶林这次可是考进全班前30名，所以这10月份的班外他级卫生由你们包了。要是哪天卫生被扣分，我可是要找你们谈话的。老师，叶林他绝对是抄袭别人的，他不可能考到这么高的分数。其实我也不太相信叶林能考这么高，但是当老师的，没抓到证据就不能乱说。擎天柱，你说叶林抄别人的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还需要什么证据？叶林这次考试坐在林风雪旁边，肯定就是抄林风雪的答案。大家也知道，叶林可是经常去骚扰林风雪，说不定还逼迫人家给他答案抄。你放屁！叶林的成绩是他自己努力考得的。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你怎么知道是他努力考得的？还得是自家娘们向着自己啊。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努力考得的？这家伙可不是善茬，真惹急了，他不会当着老师的面打自己吧？对，你又不是叶林肚子里的蛔虫，你知道个屁！擎天柱，你是不是输不起？谁输不起？我又没说我不做卫生，我只是觉得为了一个赌约就去作弊，就强迫别人给答案抄，实在是不要脸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知道叶林现在有多努力吗？他现在连周末都在跟着蓝同学补习功课，而且我林哥天资聪颖，你们只记得他考倒数第一，是不是忘记曾经他也是全校第一？要不是我林哥以前对学习不感兴趣，这全校第一有他林宝雪什么事儿？也不知道谁不要脸，输不起就别赌。好在林哥没答应你之前的赌约，你这不孝思孙，要不你再说一遍！吵什么？有什么好吵的？擎天柱，输了就输了，你说那么多做什么？说叶林作弊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老师，这还需要证据吗？带脑子的人都知道叶林绝对抄袭。没证据你乱说什么？赶紧闭嘴！我相信叶林，他这些天的表现我看在眼里。是呀，叶林也是凭实力考进清远中学的，曾经也是全校第一，而且他以前分数是能去市一中读书的，只是正处叛逆期，他母亲怕他跑远学坏了，才留他在清远中学读书。不过最终他还是学坏了，为此他父母还离婚了。那高一的叶雪是叶林的妹妹，同样聪明绝顶，也考进了市一中，同样被他妈妈留在县里，方便照顾。
所以这么聪明的学生，他就算不学，也绝不会考到全校倒数的。叶琳他一定是在藏弱。蓝悠悠一转学来，这家伙就表现得这么乖，真本事也亮了出来。他目的不成，对蓝悠悠一见钟情，早恋了。虽然已经成年了，但是现在是高中生，谈恋爱那是不允许的。叶琳，老师相信你没有作弊，不过你进步这么快，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经验给大家。自己这一身知识可是前世给林如雪狗学来的，这要咋说？总不能教大家做舔狗吧？老师，其实这些都是我同桌的功劳，他天天十分耐心给我补习功课，我才能进步这么快。多亏老师您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同桌。老师，其实我只是教一下的，但是叶琳她很聪明，什么题都一教就会，而且她很努力的，一有时间就找我补习。这俩小家伙倒是挺适合的，不过适合归适合，那也是不能谈恋爱的，至少要等毕业以后吧。悠悠，老师知道了，叶琳的进步有她自己的努力，也有你的功劳。我希望我们班同学学习一下叶琳的刻苦学习精神，只有刻苦努力学习，才能考上心仪的大学。现在不是该玩的年纪，大学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，等考上大学，你们想怎么玩都可以。老师，那大学能谈恋爱吗？何止，大学别说谈恋爱，结婚生子都可以，而且结婚了还可以加学分。当然，老师可不提议你们大学谈恋爱或者天天玩，该学还是要学，免得将来出社会一无是处。老师，那你大学谈过恋爱吗？这是一种充满遗憾的表情。冷艳秋有故事啊，说不定她这么多年不结婚不谈恋爱，就是因为这个遗憾。老师咋可能谈过恋爱？老师当学生的时候就拼命学习，现在当老师了就天天操心你们，没那个闲心。前世哪有什么大学时光，人家上大学，我在大学门口烤红薯。叶琳，跟我去办公室一趟。冷艳秋这是把叶琳带去办公室盘问去了，自己刚刚爆出来的话还是有用的。学校那么多男老师给冷霆锋献殷勤，结果他一个看不上，也不知道高高在上什么，一大把年纪还不结婚，一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实在是有辱教师形象。哎呀，冷老师真巧呀，在这儿遇上，这次一班拿第一，恭喜呀！李老师真客气，一个月考而已，恭喜啥？倒是一副乖学生模样，只可惜是人模狗样。月考也是一次大考呀，一班难得拿第一，恭喜是应该的。想必冷老师身后这位就是这次月考进步最大的叶琳同学吧？李老师好，我是叶琳。叶琳同学，你以后可要好好努力学习，不要这一次前进了1000多名，等下次考试又倒退1000多名了。李老师放心，现在全校第一给我补课，倒退1000多名是不可能了。也不知道这老女人吃错什么药，次次见自己就带着一股火药味。哪来这么多话？老师现在正不爽，可别撞上去当出气筒。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办公室吗？估计冷艳秋也是觉得自己考试超林风雪，才叫自己来办公室盘问。知道，老师觉得我考试抄别人答案了。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办公室吗？知道，老师觉得我考试抄别人答案了。考试的事老师相信你，找你另有其事。不是考试的事情，这下不知道冷艳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。不过被单独叫到办公室，不会是什么好事情。谢谢老师您相信我，我不知道您叫我来办公室因为什么事，还望老师告知。也没什么，我就是很好奇，为什么自从蓝悠悠转学来了以后，你就换了个模样？你跟蓝悠悠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老师，你多想了，不是因为蓝悠悠来我才改变，我是真的觉悟了。只是巧在我觉悟的时候，蓝悠悠转学来，刚好我发现她学习好，就让她教我学习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关系自然好点。我跟蓝悠悠真没有啥秘密，就算有秘密，也是学习的秘密。冷艳秋跟蓝悠悠可是有关系的，要是印象不好，以后上门提亲他阻挠自己可不就完了？真当老师不是过来人，就你看蓝悠悠的那个眼神，眼珠子都要掉到蓝悠悠身上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对蓝悠悠有意思，只是我不解，蓝悠悠到底哪里吸引你？她长相平平无奇，家境也不好，也就只能帮你补补齐。难道说你图她这个？冷老师，我可没有利用蓝悠悠同学。那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，我们就是同学，近一点来说就是同桌。作为同桌，学习上相互帮忙不是很正常吗？反正咬死不承认就对了。你不用紧张，我找你来
不是骂你，也不是说你，就当是聊聊天。坐下吧。两世岁数加起来比他都大，怎么一见班主任还是发怵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喜欢上悠悠的，不过目前来看，你们待一块儿倒是一件好事。我发现蓝悠悠自从认识你之后，她的笑容是越来越多了，也不再跟以前一样唯唯诺诺。起码刚刚为了你，她敢去骂别人。对于你，认识悠悠后，学习成绩也变得越来越好。不过学校是不允许谈恋爱的，一是影响不好，二是影响学习。虽然你们待一块各自都有进步，但这不代表你们就能明目张胆在一起。规定就是规定。我希望毕业之前，你们的关系就保持现状，把内心那份爱意藏在心里。你别伤害到蓝悠悠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冷老师，你说啥呢？什么情情爱爱的？本来就没挑明关系，承认才是傻。除非蓝悠悠主动说破，不然就一直守着他就好。这小子虽然装傻，但警告的话肯定听进去了，目的达到就行。一方面得护着蓝悠悠的身体完整性，另一方面也不能让他因为感情影响高考。关系不挑明，就不会有失恋的风险。行了，你去我办公桌底下搬上5套篮球服，送我回教室。自己明明把试卷和答题卡盖得严严实的，叶琳是怎么抄到的？居然还有人说我和蓝悠悠抢男人，为了讨好叶云故意送答案。抢叶琳，真搞笑。就叶琳那舔狗，自己需要去抢吗？还是跟一班那个丑转校生抢？就他那副丑不拉几模样，配跟自己抢什么？都是因为叶琳这个王八蛋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抄袭，哪来这么多事？飞雪，怎么了？看你状态不是很好。老师，他们都说我把答案给叶琳抄，可是我真的没有。考试时候我还害怕叶琳抄，遮得严严实实的，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抄到的。你们乱说什么？以后在班里不允许胡说八道，再让我听到有人污蔑同学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这可是自己班里面的金跟腚，必须哄好了。这次一班比我们班高了几分，全是因为叶琳抄了飞雪，让他们班侥幸抢了第一，下次一定要把第一抢回来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们班必须加强学习，哪怕吃饭上厕所也要把时间利用起来。你吃饭半小时就能背10个单词，那你们就能比别人多积累一点知识。吵什么？有这么多话吗？不知道上课铃响了。老师，我们班的脸被叶琳丢尽了。闭嘴！老师，靠叶琳抄袭得来的第一，我们宁愿不要。现在全校都在说这事儿，真的丢脸丢尽了。你闭嘴！叶琳，你跟大家说，你到底抄别人答案了没有？我发誓，这次考试全都是我自己写的。要是撒谎，天打五雷轰！就叶琳以前那德行，就算他发誓，那也是放个屁。等下次考试他又考个倒数，到时候全班又得被别人羞辱一遍。不管别人怎么讨论怎么说，但是作为同班同学，我们是一个集体，荣辱与共。我们应该相信叶琳，她发誓没抄袭，那就是没抄袭。这次考第一是我们实实在在拿的，是我们全班同学努力的结果。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。6号高一、高二归校就进行校运会了，这是你们在高中的最后一次运动会。报名了的同学要好好拼一把，没报名的同学校运会期间不允许乱跑，必须在现场当啦啦队，给运动员打气加油。按照往年习俗，集体项目奖金都用来买零食，可惜一班体育不好，往年奖金只够1人1颗棒棒糖。叶琳，你带他们去卫生间把球服换好。叶琳，这次你能抄飞雪的答案，我看下次你抄谁的？下个月我们全班的脸绝对要被你丢尽。刚刚在里面吃了，咋满嘴喷米宫？他在说什么？被人家骂都听不懂，真是无语。他说你在里面吃屎了，满嘴喷粪。不是他跑得快，我绝对揍他满地找牙。
这叶林变乖之后，擎天柱脾气倒大了不少。他是不是忘了叶林可是校霸？老虎不发威，真当他是病猫。真跟叶林对上，也不知道谁会满地找牙。女生球服他们周末已经订好了，这5套篮球服是他们帮你们男生带来学校试穿的，你们看看哪一套合适，这节课就把球服定了先。女生之所以不投票选自己的球服，是嫌男生眼光差还猥琐。去年男生选的排球服袖口太大，女生打球时畏首畏尾，怕走光，影响了成绩，所以他们国庆假自己订好了，只帮男生挑了5套回来试。他竟然碰了我一下，他是不是喜欢我？果然大师说的没错，好好学习就能把握住幸福。就定粉色这一套。秦天俊，你统计一下报名篮球的同学身高体重，这几天课后组织大家练一下球。好的，老师。练球就我们5个主力就行。叶林、黄八一、严浩清就是凑数的，才不带他们一起练。进来。冷老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主任，我想去阅卷室看一下答图卡。怎么了？叶林考试的事情，现在全校都在说他抄的别人答案。作为他的班主任，我有必要为我的学生澄清，也挽回我们班的颜面。这事儿我听到不少讨论，冷老师，明天再去看吧。现在阅卷室贴着封条，我也没办法给你打开门。好的，那我就不打扰主任了。其实也知道他开不了门，阅卷室共3把锁，主任1把，校长、副校长各1把。来这一趟就是先跟主任报备一下有这么回事。这下这混蛋抄袭的事情彻底落地，一班第1名名不正言顺。虽然100%相信叶林，但他进步幅度实在离谱，很难不紧张。冷老师，像淬了冰的针，精准捕捉的钻井和脱翅，这考试得踏踏实实的自己写才好。李主任，你也怀疑叶林是抄袭的对吧？李老师，我可不怀疑叶林抄袭，这段时间我亲眼看见他日夜补习，只是校内流言太多，今天统一核对，给学生各班1个澄清。是啊，进步速度少见，我也不愿相信作弊。咱们把考题卡一对，真假立刻分明。麻烦几位老师把2份考题卡平铺摆放。我知道不少老师心里存疑，现在答题卡摆在眼前，大家自行对照，有没有作弊一目了然。昨晚我已经叫上校长、副校长3人完整核对完所有科目答题卡。校长从前不待见我这外甥，看到答卷后也觉得叶林总算走回正路。语文卷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高难度阅读，古诗文大题全部答对，基础面写、简单填空全出错。作文开篇文笔亮眼，写没几行就停笔，像精彩电影中途硬插广告。不止语文，所有科目都是同一情况，难题全部解除，最简单基础题大量丢分。李老师，我的学生全程独立完成试卷，听闻你们班因为误会闹得人心惶惶，回去务必和全班解释清楚，不要再无端冤枉同学。冷老师之前和我提过，这半个月叶林天天跟着蓝悠悠补习，课余池塘经常能看到2人刷题，这份成绩是实打实努力换来的。各位回去告知本班学生，杜绝谣言。大家别忘了，叶林从前也是全校第1，只是叛逆荒废一阵，如今浪子回头，多帮扶他补齐短板。那些简单的题咋就写错了？这段时间一直专攻大题难题，低年级基础知识点很久没有复习。老师，他最近确实一直在钻研后面的综合大题。各科老师突然格外关照，完全在预料之内。有老师专项辅导，蓝夭夭日常补习双重助力，下次考试冲击全校第1，再也没人敢污蔑我作弊。确定，其实还不确定。
神呐！啊，没有看傻，萌萌，快点把相册还给我。相册，萌萌，你不要看。哇哦，照片上的女孩子好漂亮啊！咦，怎么叶琳跟她认识？蓝悠悠，看啥这么入神呐？啊，没有看啥。萌萌，快点把相册还给我。相册，萌萌，你不要看。哇哦，照片上的女孩子好漂亮啊！咦，怎么叶琳跟她认识？不过真的太漂亮了，感觉比林风雪还要好看。萌萌还给我，让我看看嘛！不要看，不要看！哎呀，悠悠，你着急啥？反正又不是你的照片。咦，好奇怪，这人穿的这套 JK 组怎么眼熟？悠悠，这照片上的女孩是你吧？不是吗？萌萌，你快把相册还给我吧。不是你这么珍惜这相册干啥？让我看看。萌萌，别看了。悠悠，这照片上的女生是谁啊？她怎么穿着我送给你的衣服？她是叶琳的女朋友对吧？不是的，不是女朋友。悠悠，这照片里面的女生还真的是你！我的天哪！萌萌，你不要跟别人说。我懂了，原来如此，我说呢，怪不得。悠悠，你藏得够深的，快点换上衣服，我要看看我们202大美女的真颜。悠悠，等我一下。悠悠，你好漂亮啊！好看吗？好看，林飞雪都没有你好看。悠悠，你以后就这个样子吧，你别再扮丑小鸭了。不行的。女孩子不都爱美的吗？咋还有人喜欢扮丑？为什么啊？叶琳说过的，我刚刚的样子只能给她看。可真是个老六。萌萌，你千万不能把这个告诉他们。放心，我不会说的。悠悠，其实我觉得叶琳真的很优秀。是啊，叶琳真的很好。可是同学们他们不知道叶琳的好，还有林风雪，叶琳那么喜欢她，叶琳那么好，她还不理叶琳，真的好过分。这傻姑娘居然还以为叶琳喜欢林飞雪。悠悠，你前2天该不会去5班找林飞雪了吧？我去了，我想告诉她叶琳有多好的。太有油了，被叶琳深深喜欢着，却还帮她去泡妞。蓝悠悠又天天跟叶琳腻在一起，这么去找林风雪说叶琳的好，估计林风雪当时要被气死。悠悠，以后跟叶琳补习能不能带上我？我也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成绩。好呀。萌萌，你送我的衣服多少钱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想再买一套吗？不是的，我把钱给你。不用，我家里衣服太多了，丢了也是丢了，我送给你，只要你不嫌弃就行了，哪里需要什么钱？不行的，我妈妈说过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。悠悠，可我不是别人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呢，而且你答应帮我补课，就当是酬劳了。叶雪，你哥变得好帅啊！思琪，别被他的臭皮囊给骗了，他做了多少坏事？可是他真的好帅，而且他现在变好了，他这次月考直接进步1000多名，简直是男神啊！叶雪，你把他企鹅号给我吧。拉倒吧，他企鹅号我早删了。叶雪，帮我去要个嘛。要去自己去，你要是真泡上他，我们姐妹情谊恩断义绝。那2学妹还真漂亮，旁边好像是高一校中叶雪，果然运动会才是我的主场。妹子们都要被我迷晕了，居然主动跟我打招呼。等下林初雪过来的话，绝对要被自己帅到。那大傻春谁啊？又没跟他打招呼，他回应啥？真无语。快走了，比赛要开始了。叶琳，
等下别拉锯太大，我们班丢不起这个人。叶林，加油！林哥加油！其他人呢？咋不来打气加油？我们班女生在打排球比赛呀，冷老师跟他们在那边鼓励加油呢。咋啦？没人加油你还跑不动了？谁跑不动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一身膘，跑得动不就行了？还要人来加油？娇气！他现在这么帅气，这么阳光，这么上进，觉得是可以考虑考虑的。你们不给我加油，自然有人给我加油。看吧，我女神过来了，飞雪。叶林，加油！叶林，你啥意思？飞雪主动过来给你加油，你都不理他。又不是我让你们过来的，有这份心，还是给你们班男生加加油吧。飞雪才决定给你机会，你不知道珍惜。擎天柱，你女神不是来给你加油的吗？她咋不理你啊？我也过去了。叶林男神，加油加油！叶林男神，你最棒！叶林男神，么么哒！叶林这狗东西，太不讲武德了！蠢蛋，1000米这样跑的，这个速度，等下跑一圈就跑不动了。这蠢东西没跑过吗？叶林，你会不会跑？你这样跑，等下你有体力冲刺吗？速度降下来，保留体力。管好你自己吧，少说话。疯了，傻子！这家伙输了也好，让他丢丑去。自己只要拿到名次，林飞雪绝对会高看自己一眼的。让一下，谢谢，麻烦让一下。果然，他还是只要我送的水。叶林，给你。不用了。送你喝了。女神竟然给自己买水，本来跑不好生闷气，这下值了。小豆芽，你给我买的水吗？叶林，你怎么了？你咋不要他们的饮料？我的这个不好喝。只要是你买的，就很好喝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你们刚刚为我加油，也谢谢你们为我送水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只是我只想喝他送的水，抱歉了。男神好帅，男神好专一啊！那个女生好幸福，我比她漂亮，为什么男神不选择我？男神是那么肤浅的人吗？他校花都看不上，男神只讲缘分。你们怕是不知道吧？那个女生叫蓝悠悠，她成绩是全校第一哎。居然是学神，那她跟男神很般配，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高3男生1000米长跑比赛，第一轮第1名，高3一班叶林同学计时3分01秒。叶林已经打破学校长跑纪录，我们为他祝贺鼓掌。我刚刚好像听到叶林破纪录了，是不是我听错了？就是破纪录了，叶林好厉害！叶林把学校长跑纪录给破了，看不出来这家伙这么猛。一个个干啥呢？你们又不是你们破纪录，这么激动干啥？球都不接了，好好比赛。你小子可以啊，真不错，赶紧喝瓶水休息休息。谢谢老师，刚刚悠悠给我水喝了。老
老师，我们班今年咋这么厉害？我们班本来就很厉害，好吗？黄八一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点脸。说的没错，我们班本来就很厉害，只是没发挥出来。黄八一，老师期待你在篮球上的表现。黄八一，你可得好好表现。我们班今年这么厉害，可别就你不厉害。自己连带球都不会，咋厉害得起来？老秦，可乐给我喝2口。滚！要喝自己买去，这可是林富雪专门送给我的。林富雪送给你的？是啊，她看见我跑步跑得太辛苦了，就专门买了可乐在终点那里等我。擎天柱，你就吹吧，我可看见了，这可乐是林飞雪买给叶琳，叶琳不要，她才丢给你的，还专门给你买，亏你好意思讲出来。高萌萌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看见林飞雪对我好吃醋了，才故意这么说。我喜欢你，我呸！想多了吧你，也不照照镜子看自己长什么模样。没关系，都尽力就行，我们也不是没有赢的机会。擎天柱，你给大伙儿安排战术。等下开打，你们拿到球就传给我，防守一定要跟紧自己的人，别乱串位置，不然阵型直接散了。擎天柱，我们仨呢？你们是候补人员，我们打不动了，你们上来补就行了。我林哥可是篮球小王子，你让他当候补？什么王子不王子的？你们平时从来不来跟我们练球，上场能有配合吗？你什么时候教过我们去练？吵什么？还没打就先内讧，丢不丢人？胖子，候补挺好的。黄八一，这就是你说的篮球小王子。你们几个就别捣乱了，好好在边上看着就行。就是，别到时候让别的班说我们一班连个会打球的都没有。连带球都不会，装什么装？老师，叶琳她怎么不上场啊？就是啊，老师，我们专门过来给你们班加油的，快让叶琳上场吧，老师。老师，我们都打累了，接下来就让叶琳他们上吧。你打成这样子，让我们上去丢人现眼了！你这是什么话？不去比赛你们报名什么？难道要我们连续打4场吗？好了，黄阿姨你少说点。接下来你们3个上去吧，随便打打就可以了。知道了，老师。胖子、浩清、子辉、小海，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几个去吧。叶琳，加油！小豆芽，放心，我会加油的。一班是不会输的。这家伙也太帅了，怎么黄八一这死胖子是他兄弟，却是这副死相，还没叶琳一半帅。叶琳男神，加油加油！叶琳男神，你最棒！叶琳男神，么么哒！士们加油！士们加油！一班，永不一班！一班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搞什么？我上场的时候怎么没这阵仗？刚才有这加油声，我们至于输那么惨吗？兄弟，厉害啊！你要是早点上场，输赢还真不好说。谢谢夸奖，认真点儿，我们还没输呢。冷老师，周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琳，怎么了？叶琳。周老师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哦，我找叶琳聊聊。我们班正在比赛呢，这时候把我们班主力叫走，你想做什么？哦，对对对，还在比赛，还在比赛。那等下我再找他。等下我拿球，他们肯定还是2到3个人来拦我。子辉、小海，你们趁机空切到篮下。胖子、浩清，你们负责发球和接应。
擎天柱，你们班叶林打球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问你话呢。周老师冤枉啊！我真不知道他会打球，他从来没说过，也没在学校打过。我要是知道，我们厂前2节也不至于输那么惨啊。这样吗？那我冤枉你了。你看看人家，多学学。你还是篮球特长生呢，技术有人家一半好吗？你们辛苦了，黄八一、浩清、小海，这最后5分钟你们休息吧，我们3个换你们上，这样赢面更大。不必了，我们配合的挺好的。叶林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这比赛关乎全班的荣誉，不是你跟我斗气的时候。我们仨跟你一起上场，怎么说也比现在强吧？你要点脸好吧？同样打2课节，你们拿5分，我们上场直接追到46平。要是我们早上场，哪用得着打加时？赛前我就说林哥是篮球小王子，你非压着不让上，眼看要输了，怕丢人才甩锅给我们。现在有赢的希望了，又想来摘桃子，要点脸行不行？叶林，你也不想我们班输吧？我们组个强力阵容，一定能赢。我们配合的挺好，打了2节有默契，没必要换人。叶林，现在真不是赌气的时候，之前的矛盾先放下，比赛结束再说。加时赛必须上最强阵容，我是队长，听我的。哦，那行吧，你上场替我，我休息了，反正我累了。踢就踢，我还不信没你我们班赢不了。踢什么踢？你哪有时间替别人比赛？我怎么就没有时间？行，擎天柱你自己说的。本来林风雪让我找你，问你有没有空，他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你既然没空，那我就过去告诉他一声。等等，别去，你们自己打吧。林风雪也找我有重要的事儿，我上不了场了。飞雪呢？她在哪儿？别找了，林飞雪没找你，我骗你的。王小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耍我很好玩是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让我错过了什么？擎天柱，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是在救你。救我？啥意思啊？我说，你刚刚是在作死吗？还想替叶林上场，你咋想的？怎么不能替了？我打球不比他差。你得了吧！现在这比分可是叶林他们辛苦苦追回来的，场外那些女生全是冲叶林来加油的。你上场要是输了，他们能把你生吞活剥了。就算你赢了，又有什么好处？他们追的是叶林，到时候只会说你不要脸抢风头。被人戳脊梁骨你不难受？别忘了3个女人一条街，这可是一群女人，能让你声名远扬。妈的，看吧，要是听我的早赢了。胖子，投球！进了，球进了，3分球，比他们多1分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死胖子，你太棒了，老娘爱死你了！高萌萌，你狗日的打人力气这么大做什么？你懂啥？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知不知道？是吗？算了，好男不跟女斗。你刚刚要是敢打下来，老娘弄死你不可！胖子，你最后一球太帅了，说吧，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不过晚上补习完你得送我回家。不吃，我减肥呢。爱吃不吃。小豆芽，你咋了？怎么有点不开心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叶林，我没生病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好多女孩子来给你加油呀。感情这小丫头是吃醋了，她吃醋就说明她在意我，早把我当成她的人了，不允许别人惦记。你是因为这不高兴的吗？没有。小豆芽，其实不管有多少人来为我加油，只有你给我加油才能让我一往无前。而且啊，我只想喝你送给我的水。叶林，我们快点去食堂吧，不然等下人一多就没什么菜了。叶林，我不是运动员，这不好吧？没事儿，我们等下只点1份就好了，点多一点，我们一起吃。前面的能不能有点素质？这通道是运动员专属的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蹭的。我说你们一般的能不能要点脸？蹭通道蹭上瘾了？你是在骂我们？谁乱排队我骂谁？我不是运动员吗？
你眼睛要是不用，就拿去捐了吧。你是运动员，那他是吗？他也配走运动员通道？